你怎么来了？你别为我做傻事。别担心，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。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？没有，这是假的。你疯了！伪造文书罪同欺君，明早他们一对照就会发现问题。你赶紧离开京城，不要再管我。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，就没有机会反悔了。对于东夏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，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。皇上扣下我，是因为他怀疑东夏拿走了鬼玺。若是不找到鬼玺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我要是走了，他只会迁怒于东夏。我姐姐初登王位，根基尚浅，一旦两族开战，东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。你放心，我已有谋划。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，趁你还能脱身，你赶紧走。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，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。等我。陛下丢的那样东西，住口！来人！把他给朕绑起来。是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现在你可以说了。罪臣臧海，几日前曾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，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，拿走了龟玺。臧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龟玺在哪儿？回禀陛下，龟玺落到了曹进贤手中。那天晚上，罪臣将鬼玺带回了青天剑，却被曹进贤夺走。欺君可是死罪。陛下，欺君是死罪，拿走鬼玺更是死罪。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，就绝无可能再欺瞒陛下。朕凭什么相信你？还有一个原因。那一日，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，才知道了，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。所以罪臣今日前来，是想斗胆跟陛下讨一个旧情。家父，你是谁？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，是曾经的青天剑监正蒯夺的儿子。10年前，蒯家上下14口人，尽数死于屠杀之中，微臣侥幸逃脱，如今重返京城，是为复仇而来。
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孙德芳，陛下，立刻派人去曹府，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，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。是，陛下。谁是你的仇人啊？庄卢隐、曹敬贤，还有一人，臣始终查不出。这么说，庄卢隐、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，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。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，拿走了朕的鬼玺。回陛下，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，皆是因为鬼玺，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。只是你没有找到仇人，还丢了鬼玺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他们一直在寻找鬼玺。庄卢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，不甘心空手而归，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，挂在侯府的地窖里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便，四处寻找。而曹敬贤，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玺的影踪，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藏身于青天剑，直到微臣将鬼玺带出。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鬼玺在陛下手中，也许一切都会不同。你在怪朕，怪朕没有把得到鬼玺的事昭告天下，让你全家枉死，徒添了许多的杀戮。臣不敢。藏海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即便朕昭告天下，他们依然不会罢休。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？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第三个仇人，臣苦苦追寻。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，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。会做鸟笼子吗？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，朕喜欢木作法事，先皇疼爱朕，特许蒯夺做朕的伴读。殿下，蒯夺有家传的营造技艺，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。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。有了蒯夺的陪伴，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。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，便是夺取鬼玺。
朕初登基，皇位不稳，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。这个人就是曹敬贤。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打一场胜仗，为大庸雪耻。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，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，鬼玺也不知所终。在曹敬贤的建议下，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野，大庸军队厉兵秣马，再次出征东夏。这一次，没有了鬼玺的东夏，终于臣服于我大庸。而朕做的第三件事，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岁山监修封禅台，秘密寻找鬼玺。朕知道，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，而朕这一等，就是3年。贞顺9年的一天夜里，你父亲回来了。陛下，蒯大人回来了。陈蒯夺，拜见陛下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陛下，拿到了。这就是鬼玺。正是。这么个小小的东西，就能号令阴兵吗？臣没亲眼见识过，只听说它威力巨大。纵然东夏得享此物，如今却还是臣服于大庸。古人云：“福祸相依，是福是祸，臣无法断言。”此物是怎么用的？陛下，臣也不知。你可知道，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？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，天下进入朕构中。陛下，您是天命之子，就算没有他，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。你不懂，若没有这个东西，再过几年，天命之子这个称呼，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。陛下，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。起来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。臣不敢。多年前的惨烈，你不是不清楚。如果东夏再用此物对大庸兴兵，你会后悔，朕也会后悔。国之利器，不可施于人；君之软肋，亦不可施于人。可是蒯清啊，朕的软肋，你可真知道不少啊。
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，止也止不住，恐有洪涝之势。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？第7日。侯爷，不好了！侯爷，不好了！外面怎么了？牢房租水了。藏海呢？人还在里面没出来，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。二公子，楚大人，干嘛那么着急走啊？啊，我刚拜见完侯爷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在侯府杀人放火，还要逃吗？跟我去见侯爷。我去。妹妹受伤了，您怎么会？今天算你命大。好好的牢房，为何会起火？府兵们说，着火之前，那个楚大人来过。楚怀民啊，他人呢？父亲，您看，父亲。楚怀民，这火是你放的吗？不是，侯爷，不是我，儿子亲眼所见，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，是他想杀了我，杨震跟曲教都被他，侯爷，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，侯爷。侯爷，中州传来急报，雨势太大，堤坝多处被毁，河水倒灌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。那中州的百姓如何？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，已经撤离了很多，但还是死伤数千。还有一事，中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，堤坝被冲垮时，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。尸首已在下游找到。把楚怀民押到大理寺。去，侯爷，藏海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你不得好死！哎
哎呀，快去取水来呀！快！快点！你是说，侯爷亲自进了火场，为了救藏海？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。谁放的火？楚怀明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，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。福儿，快去看看你父亲。好，夫人不必担心，臧大人已经送侯爷回屋疗伤了。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。福儿，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。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，不应该是你吗？侯爷，医官马上就到了。一点小伤，无需大惊小怪。等他们来了，都处理好了。继续。那侯爷忍着点儿。果然如你所言，大将军殉国，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。不瞒你说，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？侯爷多虑了，小人曾经跟您说过，侯爷吉人自有天相。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，从没怕过死，但在京城住久了，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还好本侯有你，能替本侯未雨绸缪。侯爷，小人一介布衣，承蒙您看得上，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。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。藏海，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，兵是兵，将是将。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。之前这样对你，那是情急所致，别怪我。小人不敢，都怪小人先斩后奏。行了，你也是为本侯着想，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。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，别辜负了我。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。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，延误祸情，致使中州大涝，伤民伤财，又欺上瞒下，谋害人命。今罢免官职，贬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，刑前杖责50，即刻行刑。哎呦，主母，奴婢弄疼您了吗？不关你的事儿，我头疼。
主母在想什么呀？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？管家说了，侯爷这伤啊，不碍事了。我是在想，藏海和庄之行。主母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？免得劳累了心神。之行先是在布达球赛上露了脸，得了侯爷欢心。知府从闻他便习武，窝准了侯爷心心念念，要一个能继承庄稼基业、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。而他又那么恰巧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，不但自己立了功，还帮了藏海。这一步步精准缜密，侧无一算。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？我担心他是跟藏海虽然我还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，但这知行定是要与我的知府争上一争。那也不足为惧啊，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。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，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，引血化脓，喝下去，伤口也能好得快些。侯爷休息得如何？伤口还疼吗？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，妾身担忧了一整晚。一点小伤，并无大碍。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。妾身怎能不在意？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险事了。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，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。可不知为何，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自从藏海进府之后，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。先是杨真和瞿娇，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。侯爷仔细想想，这桩桩件件，最得意的人是谁呢？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？您一心待他，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？排除异己，夫人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藏海一进府，便跟知行走得亲近，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，喜欢结交朋友。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，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？你是说？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，早在那儿等着。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，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冠手呢？夫人，你是侯府主母，容得下知府出息，怎么知行出息了就容不得呢？侯爷误会妾身了，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，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。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
侯爷，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？回侯爷，小人都听到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。二公子参赛夺魁，的确是小人所授，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？昨日走水，所有人都奔司牢而来。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，必定可疑。那二公子撞见了他，自然是要捉他的。不过，小人承认，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。侯爷，小人斗胆一言，二公子有将帅之才，若只是在不打球赛上施展，还远远不够。你的意思是想让知行从军？是。大公子出类拔萃，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，但庄家历代征战沙场，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，若后继无人，小人心中实感可惜。知府确实不是行武的好料子，但知行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。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，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，从不懈怠。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地脱颖而出，除了自己的努力，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。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，会不会早了点儿？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，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。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，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。你眼中看的，心中想的，都比本侯要多。侯爷和小人说过，会把小人当一家人，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。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，一个违帐都坐不下，但他们都死了，为本侯而死。你怕死吗？回侯爷，小人曾经说过，小人怕死，但更怕白活一场。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，都死得其所了吧？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。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我问你，这个差事，你想不想做？小人不必犹豫，你若想做，本侯自会为你谋划。但凭侯爷吩咐。徒儿啊，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。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宁侯多少信任了？10之7八。师父不这样认为。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，而是蒋襄，他一定不会去救的。蒋襄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，对他没有价值了。而你，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。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。他救你，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。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，就是想收买人心罢了。如今看来，平津侯愿与你交心，是个好事。但你更要注意分寸，多一分是愉悦，少一分是怠慢，这就难上加难了。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、最依赖的人。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。我跟平津侯非亲非故，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，但是要让他依赖我，没在他身边待个10年8年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
连杨真也没做到啊。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，知易行难，平定侯也不例外。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，就要为他排忧解难。那平静侯的痛苦是什么？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。 侯爷，您找我。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。 只是后来，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，本侯待他，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。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，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，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。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，更愿意栽培的。 还是梅花，但为时已晚。花圃里的梅花，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，可见爱梅之心。但他以卖花为生，必须改种牡丹，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。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小人。 却认为非也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梅花生于冬天，傲雪寒霜，无意争春。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，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，零落成泥。若是花匠不这么做，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。 小人想起一首诗：“片片甘飞已足悲，况堪风雨恒相期。足然此恨何由是？以赖重开有备之。”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，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，梅花定有重开之日。 花匠感伤梅花残败，殊不知墙角上留又梅一枝。阳春和煦时，他不起眼；倘若悉心照料，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，想必又能傲立雪中，凌寒争香了。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？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。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，往后他对你的关爱，会比庄知府还要多。因为你，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。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。所以今后，你更要勤学苦练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
谁？大人，是我庄善，侯爷有请。知道了。侯爷在里面，臧大人，请。侯爷。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，好好想一些事情。小人愿为侯爷分忧。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？小人不明白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哪怕你有千秋功绩，也抵不过帝王无情。小人认为，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。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，是皇上的外戚。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。傅之松一死，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。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，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。你说？本侯该不该争？军中有许多将领，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。您当年的副将，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木骑营。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，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。你是让本侯做事，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。侯爷，这件事儿。您不是在和别人争，而是在和皇上争。小人想，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。侯爷不妨再等几天，看看究竟花落谁家。而小人认为，侯爷不去争，定有好处。若侯爷想重新掌兵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侯爷，请吩咐。这件事情一旦知道，将没有回头路。要想清楚。藏海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，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，是一个叫鬼喜的东西。鬼喜。武和35年，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，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，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，横扫大半疆土。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，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。去禀报将军。是。
真夏女王寄出一样至宝——鬼玺。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，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。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所以本侯发誓，一定要找到鬼玺。6年后，大庸重整兵马，再一次出征东夏。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，但这次东夏没有了鬼玺的庇护，被打得俯首称臣。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，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。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师找到的，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，想据为己有。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，却没能成功。而这个童鱼，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。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？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已经死了。那是他的命。敢拿侯爷的东西，他必须死。10年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却始终找不到。本来心都淡了，可现在有了你，就不一样了。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？没错。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敢问侯爷，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？什么意思？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，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。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，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。这铜鱼，小人虽未见过，但东夏的鱼图腾，小人倒是见了不少。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，寓意丰年富饶，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。果然见识不凡，心思机敏。没错，这铜鱼不止一条。本侯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。那其他的铜鱼，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？别的铜鱼你不用管，本侯都有数。你只要记住，等你找到鬼玺，本侯必不会亏待你。藏海赴汤蹈火，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。鬼玺，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，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，东夏君王的秘宝。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！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，大庸都无人知晓。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，还带了回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。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2条的下落。他说他全都有数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就在其他2个仇人手里。不过，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，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3个人的事儿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
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，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，往后做起事来啊，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师傅，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？师傅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，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。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童鱼，就一定可以找到第3个人。这些是烧给谁的？回大人，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。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我们监后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，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。我查阅过青莲剑的记录，楚怀明对你并不好，你为何要祭奠他？我们俩本是同窗，但境遇却截然不同。楚怀明他比我会经营，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。他那时候的风光啊，和你一样。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，准备启程回老家了。楚怀明留下了我，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机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他留下我，只是为了方便敛财。楚怀明是有能力的，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，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。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，他排挤你，把最苦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你去做。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，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当年他得势之后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，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。我还是很感谢他的。这些信，我可以看看吗？反正都要烧了，大人请便。这信里写的，字字真情实意。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。大人见笑了。别人懒得听的建议，算什么好建议呢？谁都知道怎么让钦天监变好。楚怀明也知道，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，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。怀明啊，现在我把这些信烧给你，你在下面好好看吧。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，帮我一起把青莲剑变好吗？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，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。我不是楚怀明，我若不好好做，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。都听大人的。
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，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哪里？城西泰安乡。这大半夜的召见我们，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？我都睡着了，又让小厮给我叫起来，真折腾人。大人，都来了，坐。诸位，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叫梁小烟。梁姑娘虽已身患成科，但并非药石无医，却有人逼她喝下毒药，这是为什么？梁小烟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，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，早一天晚一天，却有着天壤之别。石雷，把人带上来。老实点。这些，就是常无医这些年做的勾当。他借着医馆做掩护，以救治病患为由，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，逼其为王公贵族配伤，致其殒命。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，小人和舍妹，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。配阴婚，还要择吉日下葬。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？闵世宁，常无医他什么都招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人，小哥知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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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宁常无医，其心可诛，罪恶滔天。即日起，革职查办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。大人是他，是常无医让我这么干的。主意。大人是他，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。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，里面有许多人，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、任人唯亲。今晚我就待在这里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。说得早的，酌情处罚；若是不说，被本官彻查出来，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，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。大人，下官有失禀报，请大人明鉴。大人，下官也有事禀报，请大人先听我讲。大人，我也有话要说。大人，下官也有事禀报。大人，